当年高中分文理科，你坚持要弃理从文，你以为的文科生是这样的，或者是这样的，但入了文科的门，才知道文科生是这样的。文科生总是处在学科鄙视链的底端，学文科啊，没出息，你一定是学不好理科才来读的文科吧？文科全靠死记硬背，两眼一闭，默写记气。文科生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不受待见？文科生的难，首先体现在找工作上。你的文科同学出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学院，你的工科同学出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。今年夏天，他们都面临就业问题。你的文科学霸同学用14个月零5天投递过22份求职简历，接到过8个单位的面试邀请，共参加了7场笔试，最后收到了2个单位的录用通知。二者选其一，终于进入了某报社任职，年薪在5万到10万区间。而你的工科学霸同学早在去年秋招上就拿下 PAT、TMD 大厂 offer 大礼包，大4开始带薪实习，还没毕业就被华为挖走，年薪18万起步。大多数工科生找工作，别人抢着要，而文科生呢，你抢着要别人。2017届的毕业生11门大学科门类，工学的信息安全、软件工程、网络工程等专业就业率完爆其他所有专业。而文科的法学、历史学已经是老红牌专业了，就业率低，薪资低，就业满意度低，他们就是高失业风险型专业。如果你读的是心理学专业，最后大概率也要到其他行业发光发热。工科毕业生正享受人才缺口的红利，而文科生找工作僧多粥少，说多了都是泪。可是文科真的是没什么用的专业吗？大错特错。我们拿心理学为例，这个专业绝对不是什么星座测试，而是逻辑严谨、可以证伪的社会科学。计算机和数理分析都是工具。男人为什么喜欢年轻貌美的女性？进化心理学告诉你。父母的教养多大程度塑造了一个人的性格？行为遗传学告诉你。商家如何用优惠券让你花更多的钱？消费心理学告诉你。再比如经济学，理科、文科都招，但是它被称为社会学科之王。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你解释世界运转，培养批判性思维。其实文科真正的问题不是文科专业本身，而是供需和培养。现在的文科生太多了。1997年，普通本科和专科的文科生招生规模约40万，理工农医4大学科合计约60万。但经过20多年的大学扩招，2018年的文科生招生规模已经是当年的9倍，理工科扩招速度会稍微克制一点，7倍。现在每2个大学生里就有1个是文科生。高校疯狂扩招文科生的原因之一是缺钱了，尤其是对一些2本、专科、独立院校而言，不需要厂房设备的文科专业设置门槛相当低，扩招成本小，培养一个文科专业的学生成本也远低于理工科。而生源学费，或者你可以叫它人头费，是这类学校赖以运转的重要收入来源，文科生当然多多益善。把学生弄进来，交了钱，再把他弄走就可以了。这些仓促而设的文科专业，教学质量往往十分感人。你以为你读的是新闻学院，其实是 PPT 学院。2020年了，纸媒都没活几家了，你还在学4开报纸的分栏、报头设计和排版，用的还不是最新版的 Adobe 全家桶，而是 XP 时代的遗产方正飞腾。你以为你读的是国际贸易，高大上，但是算账比不过金融，记账比不了会计，市场干不过营销。到头来你会发现人人都能做国际贸易，但学了国贸的人却可能跑去当了城管、银行职员，甚至赌成荷官。别再骂文科生又多又水了。文科生表示，我太难了。苏玉姐，你这里欠我的有什么还？于是当你选择文科时，就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。毕业3年后，工科生买的可能是4轮的特斯拉，而文科生可能只能买得起2轮的小牛。文科生想要打破这样的局面，该怎么做呢？第一，有条件的就去实习，多去大厂刷履历。第二，修炼专业技能，比如学新闻的可以再点一些专精技能点，比如法律、经济等。第三，过了4、6级，英语也别扔了，英语很重要。套用一句已经烂大街的鸡汤，比起工科生来说，作为文科生的你更得非常努力，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。